阿富汗目前医疗系统处于崩溃边缘，民众物资短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支持阿富汗紧急援助需求。在阿富汗问题部长级会议上，与会各方已承诺向阿富汗提供10亿多美元的人道援助。与此同时，针对美国的阿富汗撤军，美国国会议员将展开一系列听证会，质问美国最长战役为何如此混乱地结束。在周一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为政府政策辩解称，是前总统特朗普没有为拜登政府提供撤军计划。自美军完全撤出阿富汗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次以视频方式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这也是拜登政府首位就撤军向国会作证的官员。多名议员对美国撤军方式及布林肯进行了猛烈抨击。对于外界批评美军撤走行动太仓促，布林肯称，即使推迟撤军，也不会有太大改变。If 20 years and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in support, equipment, and training did not suffice,Why would another year, another 5, another 10? 布林肯又称，前特朗普政府与塔利班达成协议，要求阿富汗政府释放数千名被囚的塔利班成员，但却没有为拜登政府留下撤军方案。We inherited a deadline. We did not inherit a plan. Had he not followed through on his predecessor's commitment, attacks on our forces and those of our allies would have resumed.自8月中旬塔利班掌权以来，美国已经从喀布尔机场疏散超过12万4千名人员，其中包括大约5500名美国人。布林肯在会上表示，截至上周，大约有100名美国人仍留在阿富汗。他称，没有人预料到一个国家政府的垮台会如此之快。Even the most pessimistic assessments did not predict that government forces in Kabul would collapse while U.S. forces remained.有共和党议员批评特朗普政府在准备撤军上失当，拜登政府在执行方面失败。其中，众议员佩里更不满布林肯以视频方式作证。Yes, I'm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Couldn't be bothered to come down here and see Congress. All right, that's great. 听证会上，多名议员要求布林肯辞职。俄亥俄州议员史蒂夫·查伯特称，撤军计划充满致命缺陷，同时被糟糕执行，布林肯应该辞职。那么您如何看待后阿富汗时代美国看自己、看世界的心态和行事风格，特别是对中国有何影响呢？美国《赫芬顿邮报》在阿富汗撤退前发表过题为《美国主导全球时代的结束》这样的文章。他认为，美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并发挥首屈一指的作用。然而呢，世界已无法再由美国一家说了算了，他要和盟友和新兴力量协商的来。但美国不会坦然示意。美五角大楼发布的报告自冒风险里，既承认世界进入转型，导致美国影响力下降，但又坚信美国以仅存的军事和金融优势地位保持全球领袖地位。结论只有一个，就是美军应该被赋予最大的行动自由和发展资源。不言而喻，这种心有不甘和武力迷信就会成为今后国际格局继续受到冲击，国际社会继续动荡的重要根源。特别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放弃以反恐战争为牵引的战略，而把矛头瞄准亚太，这就必然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现在中国的经济虽然有些困难，但按照稳中求进的总方针，可以断言，今后10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还是最大的。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将迎来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重心东移的战略机遇期。也就是说，面对中国崛起，世界经贸秩序首先起变化，接着是政治秩序变化，而这种变化所导致的中美博弈的交汇区就是亚太。正如最近好些学者所预判的，随着美国从阿富汗等地把拳头收回来，它更有精力来放在亚太了。未来若干年，中国周边及亚太将进入多事之秋，危机多发频发可能是常态。当然，危机不可怕，怕的是身处危机边缘却看不见。对我们而言，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仗，也要打好化险为夷、化危为机的战略主动仗。别以为这说的有点悬，其实用一个养生的道理就能够说明白，那就是国家该怎么养精蓄锐。纵观历史，
靠赌国运的决战来快速实现的大国崛起，往往不牢靠，并且刺激下一个对手如法炮制，陷入久战而衰的境地。而对中国而言呢，战略的关键则是蓄势不势，以和平外交、利益共享、命运共同等等来实现化敌为友，哪怕面对最顽固的对手，也主要造成对方无法使用力量的环境，迫使矛盾向有利于我方的转换。具体而言，今天的大国竞争说白了，主要看谁比谁更少犯错，错犯得越少，赢面就越大。美国短视继续迷信军事和金融霸权，中国就不能跟着短视。如果美国拖着中国往陷阱里跳，中国是不能跟着跳的。应该清楚，美强我弱的态势将长期存在。在美国已明确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以坚持以稳防变的同时，利用美国挑战众多、国力透支的特点，将对外工作的重点放在外围取势、多方牵制上。主持人，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